個環節叫做國際貿易，係相當重要嘅一課。重要性係點呢？係年年考嘅。咁年年考啲乜嘢呢？我分開幾個部分。第一個叫做絕對優勢原理。絕對優勢簡單嚟講，即係你叻過我啦。咁點樣定義啊？好啦，以相同嘅投入，同學留意一定要相同啊。我哋話你做嘅嘢多過我冇意思噶，你用咗幾多人力物力先？我哋話相同嘅投入，你做嘅嘢咧多過我。咁公開試巧妙嘅地方咧，就係考呢樣嘢，究竟係咪用相同嘅投入先？好啦，換另一個講法，其實都係表達等同一樣嘢，就係話做同樣嘅貨物，你用嘅投入少過我，咁都代表有絕對優勢。好啦，跟住進入考試嘅模式噶啦。通常100%啦，都係咁噶啦，兩個國家，兩個貨物。咁第一樣嘢要比較嘅係咪用相同嘅投入？第二個就要睇清楚個數字究竟係講緊乜嘢。我哋話上面個表呢，嗰啲40、30呢，其實係講緊貨物嘅數量。咁我哋話如果係貨物嘅話呢，應該係個數字越大就越好嘅，有絕對優勢嘅。好啦，咁下邊個表有咩唔同啊？同學睇唔睇到啊？個數字都係個數字，但係講緊所用嘅投入，例如用幾多個工人啦，用幾多個工時啦。咁如果投入嘅話咧，就調翻轉啦，就越少越好嘅。咁所以公開試記住睇清楚俾嘅數字究竟係貨物啦定係投入，因為如果你搞錯嘅話咧，得出嚟嘅結果係相反嘅。好啦，睇清楚嘅數字代表咗乜嘢？咁搞清楚咧，我哋應該知道啦，國家 A 咧喺做 X 有比較優勢，因為40件多過30件。咁下邊都係表達同一樣嘢啦，做 X 用嘅投入係少過你嘅。咁調翻轉啦，做 Y 國家 B 就有絕對優勢啦，因為做嘅嘢多過你，或者調轉講用嘅資源少過你，得唔得？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哋睇睇一啲公開試嘅題目。好啦，第一題重點間低咗啦，越國生產成衣有冇絕對優勢？咁表面上睇數字呢，佢係講緊個產量嘅。咁越國嘅數字表面上呢係多過甲國嘅。表面上好似有啊，我做到嘅成衣多過你，但係答案係否嘅，點解啊？有冇同學諗到啊？咁就要留意翻絕對優勢嘅定義啦。我哋又話係用相同嘅資源，我做嘅嘢多過你。但係題目俾個資料淨係話咧，甲同越國用晒自己嘅資源。咁我唔知越國用咗幾多人力物力先做到4件衫，所以係無從比較。所以答案就係否啦。好啦，解釋就係話未知道兩國嘅資源數量，或者你可以咁講，未知道兩國嘅生產嘅數量呢係咪用相同嘅資源。咁考評局嘅報告亦都指出咗啦，好多同學搞錯咗，以為所有嘅資源就等於相同嘅資源。咁呢個係小部分考生嘅錯誤啦。好，跟住睇睇第二題。好啦，重點我間低咗啦，就係問甲國做電腦有冇絕對優勢。咁表面上呢，做電腦800呢多過越國嘅400係有啦，但我哋唔知係咪用相同嘅資源喎。咁我哋話要用相同嘅資源做嘅嘢多過你先至有絕對優勢啦嘛。但係今次我哋就計到啦，如果用相同資源嘅話呢，甲國可以做到幾多電腦？因為題目嘅資料係甲國資源係越國嘅2倍，即係話佢用翻相同嘅資源話呢，2倍嘅話呢，咁應該係做少翻一半。嚟多次，用翻相同資源嘅話呢，甲國同越國做嘅電腦呢應該係一樣，所以呢答案係沒有絕對優勢啦。咁個解釋就係咁啦，否1分。好啦，解釋以相同嘅資源，兩國生產嘅電腦呢應該都係一樣嘅啫，所以冇話邊個有絕對優勢。好，跟住每年一定考嘅就係叫做計算比較優勢。咁考試咧都直接問過嘅，咩叫有比較優勢？就係話咧，如果佢做一樣嘢，佢嘅機會成本較低。咁如果考試問你答到呢度就 OK 噶啦。不過我略為解釋一下啦，咩叫較低機會成本？
咁個表達單位咧就係話放棄較少嘅其他貨物，係用其他貨物嚟做單位嘅，或者就咁講比較空泛啦。我哋睇睇考試嘅情況啦，又係啦，一定係咁噶啦。兩個國家生產兩種貨物，我哋唯一要睇咧就係個數字究竟係代表乜嘢。咁公開試90%以上咧個單位都係貨物嚟嘅。呢度講緊30包米啦，40包米啦，全部都係貨物嚟嘅。咁但係有10% 嘅題目咧，呢個咧係一個投入嚟嘅，例如用30個人，用30個小時。咁所以搞清楚啲數字好重要嘅。咁重溫一下先啦，咩叫絕對優勢？我哋話大家都係用一單位嘅資源。阿 B 做米又多過你，做車又多過你，所以話我哋國家 B 咧喺生產食米同汽車咧都有絕對優勢。但我哋今 part 嘅重點咧唔好搞錯，係比較優勢。比較優勢上面嘅定義，較低機會成本，放棄較少嘅其他貨物。咁點樣計呢？我哋先睇 A 先。A 一係做30包米，一係做10架車，即係話咧佢做咗30包米咧就放棄咗10架車。呢個係講緊 A 做30包米嘅機會成本。但係考試咧，我哋咧會變翻做1包米嘅，因為方便比較啦嘛。因為 B 就講緊40包米嘅成本， A 就講緊30包米嘅成本，我哋唔可以即時比較，所以我哋咧會做翻個比例。好啦，1包米嘅成本係幾多啊？就係話兩邊除30，咁我哋計到咧就係 0.33 架車啦。咁如果做 MC 嘅話咧，我哋習慣上咧會括住佢，然之後咧寫翻喺題目嘅隔籬，就係咁嘅情況啦。跟住我哋會睇下阿 B 做米嘅成本。好啦，阿 B 一係做40包米，一係就做60架車。我哋話咧，阿 B 做40包米就會放棄咗60架車。咁又係啦，就咁我哋咧好難比較嘅。我哋化翻做1包米嘅成本。咁嘅方法就係話咧，兩邊都除40，於是乎我哋得到咧就係 1.5 架車啦。嚟多次計機會成本咧，我哋係一個貨物每單位嘅。另外咧，成本嘅單位咧就係用另一個貨物去表達。咁又係啦，如果係 MC 嘅話，我哋計完之後咧，通常就會寫喺圖表嘅隔籬嘅。跟住我哋就可以睇到啦，邊個國家做米有比較優勢？比較優勢嘅定義，放棄較少嘅其他貨物。咁 A 做1包米只係放棄 0.33 架車，阿 B 做1包米要放棄 1.5 架車，所以咧我哋會剔一剔咁樣，成本較低嗰個。我哋話咧 A 咧做米咧有比較優勢，原因就係放棄嘅車比較少。好啦，如果選擇題我哋揾到個答案就算噶啦，但係問答題每年都會問嘅，我哋會咁樣答咯，用文字寫翻出嚟。好啦，全部問答題唔使多，都係呢個框架答3句。你將你計到嘅數用咁樣文字寫出嚟。A 國家生產1食米嘅機會成本係 0.33， 照咁寫翻咯。咁你寫翻係1單位就唔好寫1包米啦，因為我唔知個單位係咩計算嘅。好啦， B 國家生產1單位食米嘅機會成本係 1.5 架車，我哋計咗啦頭先。咁然之後比較優勢，即係放棄架車少啲嘅，咁答案係 A 啦。記住，如果你就咁寫 A 生產食米有比較優勢，冇分，因為你冇計算，我當你係撞嘅啫，得唔得？其實呢啲咁嘅計算咧，你做多10年8年嘅 past paper 咧，咁慢慢就會熟噶啦。其實都係千篇一律嘅啫，即係計算嘅形式啊，作答嘅框架都係一模一樣嘅，每年都係咁樣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睇睇一啲 past paper。咁重點揀低俾你啦，就係話咧，最緊要唔好搞錯，而家做咩先？做車。咁我哋要知道咧，甲國同乙國做車嘅機會成本邊個低啲？如果乙國低啲咧，我哋有比較優勢。咁有同學會問咧，甲國嘅資源係乙國嘅2倍，咁我哋需唔需要變翻相同嘅資源啊？
即係將甲國嘅資源減翻一半。咁 cut 一半嘅話咧，應該就係50架車、50個玩具咯。咁我哋話就唔需要，因為我哋唔係計緊絕對優勢。計絕對優勢咧，就一定要用相同嘅資源，越國做嘅車多過你，咁先有絕對優勢。但我哋今次咧係計比較優勢。咁你發覺同樣嘅資源，一係做50架車，一係做50件玩具，即係50架車嘅成本就係放棄50件玩具。好啦，多一倍資源，一係做100架車，一係做100件玩具。咁同時都係咧，100架車嘅成本就係100件玩具。咁其實發覺咧，比例上應該冇變嘅。咁我哋用翻題目俾嘅資料咯。好啦，題目嘅數字，甲國一半嘅資源，一係做100架車，一係做100件玩具。咁換句話講咧，甲國做100架車嘅成本咧，就係放棄100件玩具啦。咁我講過啦。計車嘅成本咧，我哋需要變翻做每單位嘅。好啦，計算方法就係兩邊除100啦。咁我哋計到咧，甲國做1架車嘅成本咧，就係放棄1件玩具。咁我教過大家啦，通常咧，我哋會跨住佢啦，然後將計到嘅每單位機會成本咧，就寫喺個表格嚟。咁冇問題咧，我哋計埋越國啦。好啦，越國一半嘅資源，一係做到100架車，一係做到60件玩具。換句話講，越國做100架車嘅成本咧，就係放棄咗60件玩具。咁又係啦，我哋變翻做一單位啦嘛。咁即係話咧，兩邊都除100。如是者咧，越國生產1架車嘅成本咧，應該係 0.6 玩具。咁我哋咧又將呢個結果咧寫咗落個表格嚟咯。咁寫咗喺度咧，我哋答案就呼之欲出啦。咁邊個國家做汽車有比較優勢，即係放棄嘅玩具少啲啊？答案就係越國咯。所以文字題、問答題，越國生產汽車有比較優勢，因為甲國生產一單位汽車嘅成本係放棄1個玩具，而越國生產一單位汽車嘅成本只係需要放棄 0.6 單位嘅玩具。所以越國生產汽車有比較優勢，又係嗰3句啦。甲國造車嘅成本，第二句越國造車嘅成本，第三句越國有比較優勢，因為越國造車嘅成本低啲。好啦，咁我哋睇多題23年嘅題目，咁我講過啦，年年都會問嘅比較優勢。好啦，23年題目重點我 highlight 咗啦。就係話生產電腦，就係計電腦啦。好啦，甲國有冇比較優勢？換句話講，我哋要計甲國啦同越國生產電腦嘅機會成本，然後睇下邊個成本低啲。咁我講過啦，同頭先嗰題一樣，我哋唔需要變翻相同嘅資源，我哋只需要知道甲國一係做800部電腦，一係做500包米。咁從而知道咧，做800部電腦嘅機會成本咧，就係放棄500包米。咁我講過啦，又變翻做一單位啦。咁即係話，換句話講，係兩邊除800啦，係 0.625 米。咁我哋寫翻落隔籬啦。好啦，跟住計埋越國。咁我哋又知道越國一係做400部電腦，一係做300包米，咁變翻做一單位就係兩邊除400啦，咁就係 0.75 包米。咁我哋又即刻寫咗落呢度啦，喺個表嘅隔籬。咁然之後邊個成本低啲，即係比較優勢咧？咁我哋就剔一剔啦， 0.625 細過 0.75。咁然之後就可以寫啦，甲國生產電腦有比較優勢，因為第二句啦，甲國做一單位電腦嘅成本係 0.625 單位米，越國做一單位電腦嘅成本係 0.75 米，咁就攞咗啲3分，呢題應該係3分嘅，我打錯咗。另外有2分應該係 Part 1嘅絕對優勢嚟嘅。
咁我呢一 part 重點講比較優勢啦。好，跟住到第三個環節，都係講緊計比較優勢，即係機會成本。但係今次留意啦，佢俾嘅資料咧係投入。咁咩投入啊？即係話用咗幾多工時啦，幾多工人啦，甚至幾多蚊啦，呢啲都叫做投入。咁重溫翻啦，咩叫做有比較優勢啊？就係話做一樣產品嘅機會成本較低。咁我再強調，機會成本咧，永遠個單位咧係其他嘅產品，即係話做一個貨品嘅成本係放棄幾多個其他貨品，就唔係話用咗幾多工時，用咗幾多工人，呢啲都唔係成本嘅單位。咁我睇睇以下嘅例子啦。咁考試最緊要搞清楚圖表所俾嘅數字，因為大約有1/10嘅題目咧，佢係用投入嘅。即係話 A 國做一個 X 係用1個小時， B 國做一個 X 要用2個工時。咁但係其實計比較優勢都係嗰3個步驟啫嘛。A 國做 X 嘅成本， B 國做 X 嘅成本，邊個成本較低就有比較優勢。而做 X 嘅成本永遠係用另一個 Y 貨品嚟表達嘅。所以我哋必須做一啲轉化啦，或者叫推論咯。好啦，資料提供做一個 X 需要1個工時，但係對國家 A 嚟講，呢1個工時做唔做到1個 Y 啊？答案做唔到，因為做 Y 咧要3個工時。於是乎我哋推論咧，做 X 嗰1個工時拎去做 Y 嘅話咧，只係做到1/3。即係0.33個 Y 啦。咁我哋將個結論寫咗喺隔籬啦。同樣道理，國家 B 做一個 X， 資料顯示咧係需要做2個工時。咁我哋推論啦，呢2個工時做唔做到1個 Y 啊？答案做唔到，因為做1個 Y 要4個鐘。所以呢做 X 嗰2個鐘頭拎去做 Y 嘅話咧，我哋推論咧只係做到半個 Y， 即係2除4啦。咁我哋又將個結論寫落隔籬啦。好啦，習慣上如果成本低有比較優勢嘅，我哋剔一剔，即係國家 A。咁如果係問答題嘅話咧，我哋轉化翻做文字。一個成本係 0.33Y， 一個成本係 0.5， 咁所以咧 0.33Y 即係國家 A 咧，生產 X 有比較優勢啦，得唔得？好啦，跟住睇睇 past paper 喺問答題入邊咧，佢個投入係用工時或者唔係產出咧個比例比較低啲嘅，但我哋都要識做咯。好啦，重點 highlight 咗俾你啦，就係計率3，唔好搞錯其他嘢啊。嘅機會成本，甲同乙2個國家。好啦，題目就係話甲國做1件衫要2個工時，但係我講過工時唔係表達成本嗰個單位啦嘛，表達1件衫嘅成本係幾多個其他貨物，我哋要做一啲轉化啦。個轉化咧就需要一啲推論咯。甲國做呢件衫嗰2個鐘頭做唔做到手錶啊？我哋話做唔到1個手錶啊，因為佢要10個鐘啦嘛。咁我哋推論咧只係做到2除10，即係 0.2 個手錶啦。咁 0.2 先至係做衫嘅機會成本嘅單位。同樣道理啦，乙國做1件衫要1個工時。我哋話呢1個工時如果攞去做手錶嘅話咧，我哋發覺係做唔到嘅，因為做手錶咧乙國要4個工時。咁我哋推論咧呢1個鐘頭咧拎去做錶嘅話咧，只能做到1除4，即係 0.25 啦。好啦，咁計晒之後咧，我哋用文字體寫咯。甲同乙做1件衫分別嘅機會成本，咁我哋話咧甲國應該係低啲嘅， 0.2 低過 0.25。好啦，成本低，我哋話有比較優勢。而之後嘅推論就係話咧，成本低嗰個咧
應該從事生產呢樣嘢，然之後咧攞去出口。咁呢個就叫做比較優勢原理。嚟多次，比較優勢原理即係話邊個做呢樣嘢嘅成本較低，佢就應該生產呢樣嘢，同埋咧拎去出口。咁相反啦，越國做衫嘅成本高，佢就唔好做衫啦，佢就應該同甲國買衫，即係入口啦。跟住到2018年嘅題目，重點我幫大家 highlight 咗啦，就係問中國同日本生產玩具嘅機會成本。我哋係計兩個國家做一件玩具嘅成本啦。好啦，題目資料就話中國咧做一件玩具係需要10個鐘頭，咁但係做玩具嘅成本嘅單位應該係成衣啦嘛。咁我哋話呢10個鐘頭中國攞去做衫嘅話咧，做唔做到衫啊？做到有突啦，應該推論咧係10除2，即係做到5件衫喎。咁間住嗰啲先係成本嘅表達單位。咁習慣上我哋計到成本之後咧，通常都係寫一個表格嚟嘅。中國做一個玩具嘅成本就係5件衫。咁如是者咧就計埋日本做玩具嘅成本啦。好啦，我哋話日本做一個玩具需要8個鐘頭，但係8個鐘頭唔係成本嘅表達單位，我哋要變翻做幾多件衫。咁我哋推論啦，呢8個鐘頭做衫做唔做到啊？做到喎，做衫只係需要4個鐘頭啫嘛。咁所以推論咧應該係8除2，做到2件衫啦。咁2件衫先至係表達成本嘅單位。咁我哋又間低佢咯。咁計完之後又寫喺隔籬咯。好啦，寫咗圖表嘅隔籬咧，咁我哋知道啦，邊個做玩具成本低啲啊？我哋俾我剔佢。我哋話日本做玩具嘅機會成本較低，咁即係話咧有比較優勢。好啦，有比較優勢，成本低就應該距離生產，然之後咧就出口咯。好，跟住到國際貿易嘅最後一個環節，就叫做交易比率同埋貿易得益。咁我哋先重溫翻先啦。A 同 B 做 X 嘅成本係幾多？先計個比較優勢先。A 國家做一個 X， 放棄3個 Y， 唔需要再轉化啦。好啦， B 國家做3個 X 嘅成本6個 Y， 咁兩邊除3咧，做一個 X 嘅成本咧，應該就係2個 Y。咁我哋話大家都做 X， 阿 B 咧成本低啲，有比較優勢。咁有個叫比較優勢原理，成本低嗰個咧就應該等佢做，然之後咧就出口。咁另外都有一個 term 嘅，就係話成本高嗰個嘅咧就叫比較劣勢，咁就唔應該佢做啦，同佢買啦，入口。咁跟住就要探討啦，阿 B 做一個 X 出嚟，要賣幾多佢先有錢賺啊？答案要高過佢嘅生產成本，即係2個 Y， 阿 B 咧先至有利可圖。嚟多次，阿 B 2個 Y 做樣嘢出嚟，係咪要多過2個 Y 佢先有錢賺啊？好啦，跟住從入口 A 國家嘅角度，佢點解會同你買啊？一定要平過3個 Y 佢先同你買噶。嚟多次，如果個交易比率係4個 Y 嘅話咧，佢唔會同你買，因為佢自己做都係3個 Y。換句話講，一個 X 嘅貿易比率應該要高過生產者嘅成本，佢先有利可圖。咁但係亦都要低過同你入口者嘅生產成本，佢先會同你買。如果唔係，就佢自己做啦，唔會同你入口啦。好啦，公開試最後一個部分就係真係俾個交換比率你啦。如果一個 X 真係換 2.6 個 Y， 請計算得益。呢個係最難嘅部分，因為首先邊個出口啊？阿 B 出口啦。好啦，佢點解會得益啊？用低成本2個 Y 做出嚟，然之後高價 2.6 賣俾你，所以阿 B 嘅出口得益就係 2.6 減2個 Y 等於 0.6 個 Y。嚟多次，出口嘅得益
係因為好低嘅成本做出嚟，然之後高價賣俾你。至於入口嘅得益係咩意思啊？邊個入口啊？ A 咯。點解入口啊？佢自己做貴咯。好啦，同你買有冇着數啊？有，佢自己做，生產成本好高。咁而家呢 2.6 同你買就換到啦，所以係慳翻 0.4 個 Y。所以出口嘅得益同入口嘅得益意義上呢有少少唔同。出口就係話我低成本賣出去賺幾多，入口就係話呢我自己做好貴，同你買慳翻幾多。咁所以最難嘅地方就係問出口嘅得益啊，定係入口嘅得益。另外佢有時唔係問每單位嘅得益，佢可能會問一次過交易10個 X 嘅總得益，咁你要將呢每單位乘翻10啦。咁呢啲都係呢部分比較難嘅地方咯。咁希望同學睇到呢所謂貿易嘅潛在得益呢，呢兩個加埋一個 Y 呢，就係嚟自兩者嘅成本嘅差距，就係話你做嘅成本低，我做嘅成本高。咁其實兩個成本相差一個 Y 呢，就係貿易嘅潛在得益啦。咁因為考試有陣時會問一個概念呢，叫運輸成本㗎，佢就會問咁最大嘅運輸成本令到交易唔可以進行係幾多啊？咁答案就係一個 Y 啦。如果運輸成本超過一個 Y， 咁交易就唔可以進行啦。舉個例子，如果一個 Y 嘅運輸成本全部由阿 B 俾嘅，咁佢嘅生產成本呢，就由2個 Y 再加一個 Y 變咗3個 Y 啦。咁即係話阿 B 最少都要賣3個 Y 先至有利可圖。咁但係賣3個 Y 嘅話呢，阿 A 自己做都得啦，佢自己嘅生產成本係3個 Y 啫嘛。咁呢度假設一個例子啦，如果進行貿易呢，雙方各自嘅成本係 0.1 個 Y， 咁即係話對出口國阿 B 嚟講呢，佢原本嘅生產成本2個 Y， 依家要加埋一個運輸費用，咁就變咗 2.1 個 Y。 咁對入口國嚟講，原本佢賺到最盡呢都係慳翻3個 Y。 假設阿 B 唔收錢，完全送俾你嘅，你最盡都係慳翻3個 Y 啫嘛。咁但係而家要扣埋運費嘅話呢，你最大嘅得益呢，只可以去到 2.9 啦。所以假設如果考試題目問雙方要各付 0.1 個 Y 嘅運費呢，你會見到雙方有利嘅貿易比率呢係會收窄咗嘅。入口嘅得益減少咗 0.1， 出口嘅成本增加咗 0.1。 好在我哋睇下真正嘅公開試完整嘅題目會係咁嘅樣嘅。咁第一部分就係計比較優勢啦，其實我哋之前計咗噶啦，我哋 skip 咗佢啦。我哋話日本做玩具有比較優勢，因為佢個成本係低啲。好啦，跟住跳到 C 嘅部分，貿易比率。好啦，正常嚟講，一個玩具應該要貴過日本嘅生產成本，佢先同你出口嘅，佢先有錢賺。但係同時亦都要平過中國自己做嘅成本，咁佢先同你入口同你買啊嘛。好啦，不過今次好衰唔衰，加多個條件啦，就係運輸成本 0.1， 兩個平均分擔。所以呢個數字好細， 0.1 再除2，咁應該係 0.05 啦。好，仲記唔記得運輸成本會點樣影響啊？首先會增加出口嘅成本，出口除咗生產嘅成本之外，依家仲要加多個運輸成本，所以就變咗 2.05 啦。好啦，從入口嘅角度，我自己做好貴5件衫，咁我同你入口，就算你唔收錢，我最多都係慳翻5件衫嘅錢，但係今次冇咁多咯，因為仲要減一個叫做運輸成本，所以我嘅最大得益呢，只係 4.95 個 E， 所以最後嘅貿易比率應該就係呢一個啦。好，跟住最後一題。咁佢永遠都係第一個 step 咧，就係先計機會成本，計咗比較優勢先。咁我哋跳咗去啦，當大家識啦。
我哋話越國做汽車個生產成本低啲，所以佢係出口嘅，越國出口汽車。咁就甲國貴啦，咁佢就同你買啦。好啦，甲國同你買有冇着數呢？就要睇個貿易比率啦。咁呢度難嘅地方就係話呢，佢俾嘅貿易比率呢唔係每單位咯，咁你要自己轉化翻嘅。好啦，佢係連交易比率都要你轉化嘅今次。咁我哋兩邊除5呢，應該揾到一架車應該係可以換到。好啦，0.8個玩具。咁同學留意喎，佢係問進口嘅得益喎。咁初步睇進口係有得益嘅，點睇得出啦？因為甲國咧自己做咧要1個玩具，依家同你買咧0.8就買到啦。進口嘅得益即係話佢同自己做比較慳咗幾多，得唔得？意義上係有少少唔同嘅。嚟多次，甲國自己做要1個玩具先做到，但係同你買咧就0.8慳咗錢嘅，所以有得益。咁表面上每架同你買慳0.2啊，但係今次佢話進口10個單位汽車喎，所以頭先提咗你噶啦，計得益呢係計每單位啊，定係總共加埋啦？所以最後答案進口10單位嘅得益就係每單位嘅得益慳翻幾多啦，同你買最後乘翻10，所以最後答案呢係2個玩具。